师傅，弟子求您显灵吧！您这一闭关就是78年啊，如今我都80了，您要是再不行，我就只能做欺师灭祖的罪人了。为了救我那被绑架的孙女，弟子把这道观给卖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师傅，您还是这么年轻。别废话，你把我的道观卖了。四海集团绑了我孙女，要强拆这里建景区，弟子没办法。混账！道观是我明朝时建的，你也敢卖？都给我住手！哟，哪来的小白脸？这是四海集团的地盘，不想死的滚一边去！这是我师傅，道观的主人。师傅，这老头叫个小屁孩师傅，演戏呢？不管是谁，合同签了就是我们的，给我推！谁挡路就碾死谁！师傅快跑，这铁家伙碰不得！区区凡铁，这他妈是人！我操！滚！师傅，您就睁眼看看吧，秀儿她还在那些人手里呢。800年了，这破金丹碎了结，结了碎，连死都死不了，真烦！师傅，求您下山救救徒孙吧！闭嘴！元果道法轻易不沾，别扰我睡觉。爸，爷爷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拆迁这种大事，还得来这种破地方求个道士。月容慎言，你爷爷说过，东柳家的地契就在这观主手里。老先生，我是东柳生，家父说地契在桂冠，特来取回。东柳家地契？别装算了，这破道观我们要拆了建景区，赶紧把地契交出来，少不了你的拆迁费。拆我的家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？你算哪根葱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是你们东柳家的老祖宗。疯了吧？你看着比我还小，敢占我们便宜？不孝子孙，为了点臭钱连祖宅都敢卖，让东柳正阳那个小鼻涕虫滚上来见我！敢辱骂老爷子，给我打！放肆！谁敢对我师父无礼？师父，庆之，退下！既然这群不孝子孙要欺师灭祖，我就替东柳正阳管教管教。今日我便下山。老三，地契呢？三太集团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。二哥，这事儿得问老祖宗。老祖宗？就这毛头小子？老三，你脑子进水了？就是，爷爷90岁了，你这小道士还要占我们贱便宜？我是你们东柳家的始祖陈阳，这就是你们对祖宗的态度。老三，你找个骗子回来干什么？我看直接打出去，让他见父亲，见了就知道了。阿正，老祖宗，我回来了。老祖宗，您真的回来了！爷爷，你疯了！闭嘴！还不快给老祖宗磕头！阿正，听说你要把祖宅拆了抵债。孙儿无能，欠了1个亿。还钱！再不还钱，我拆了这祠堂！少来这套！今天不给钱，我看谁敢拦我！给我砸！闹够了！哪儿来的毛头小子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但这1个亿我替他们还。你，你知道1个亿几个零吗？1个小时，我带1亿去四海集团找你们。要是拿不出呢？拿不出，这东柳家族的地契归你。你疯了？凭什么拿我们家底打赌？住口！老祖宗的话就是圣旨。好，有种！1小时后见。要是敢耍花样，老子废了你们全家！绑架我徒孙，逼债我后人，四海集团。你们的路走到头了。那个，您真有1个亿？没有，没有？那你许诺1个小时还债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吗？给他那个强哥交代，我看你先给我们一个交代。爸，他看着比我还小，要是老祖宗，我就是秦始皇，我管你是谁，我是你爹，滚！老祖宗，我不孝啊！养出这群白眼狼，还得卖祖产，我无颜见您，我以死谢罪。阿正，死若能解决问题，我这800年白活了。我去搞钱，好好看家。老祖宗已经800岁了，还得给我们这些后人找钱擦屁股，这群家伙可真是不孝啊！爸，不对劲，那小子会不会是四海集团的托，故意骗我们拖延时间，好免费拆迁？你是说里应外合？妈的，被耍了！抓那个骗子！那骗子呢？爸，老祖宗飞走了，却给你们这群废物擦屁股了。飞？不看是翻墙跑了吧？完了，咱们彻底被骗了。
78年了，神勇那砍柴娃若还活着，利滚利这笔账可不好算。是，感应到了，还有一口气。大哥，爸都快不行了还绝食，非说什么要等仙人，这世上哪来的仙人？老糊涂了，当年那些启动资金指不定是盗墓来的，编个仙人骗自己一辈子。私人领地，闲杂人等滚远点。我找神勇，直呼我爸名讳，你也配？告诉神勇，你要等的债主来了。我们老家主想要见你。您是仙人？你知道吗？仙人，我们青袍观就供奉着您的雕像，我能不认识您吗？仙人，我们老家主等您好久了，您终于来了，快快请进。妈呀，真是仙人！父亲，你可千万不能带着害氏走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仙人真来了，仙人真来了！这是老二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你可真是太聪明了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仙人，快请进，我父亲等您很久了。神勇，我来了。仙人，您终于78年前借你的300斤黄金，今日连本带利该还了。还，爸，我们马上还。这里是欠您的钱，密码6个6，您收好。这是钱，现代银票，去提款机就能取。记忆两清。神勇，你可以走了。 6万，姑娘，6万能买300斤黄金吗？大叔想搭讪换个词儿，6万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好个沈家，欺我太久没下山，拿6万打发叫花子。喂，你娶不娶？不娶让开。沈怀清，这就是你说的还了？朋友，戏都演完了，钱也给了，你还想讹？6万块出场费不少了，别贪得无厌。区6万就想抵消1亿债务，你们当我陈阳好欺负？这群眼穷疯了吧？还真把自己当仙人了，入戏太深。轰出去，别扰了我父亲清静。好，好，既然你们父债子不缠，那就让沈勇亲自起来还。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沈勇，给我起来结账！我这是我也能位列仙凡了吗？当年借你的钱，你儿子不认，只好把你叫起来还。 一共1个亿，一群孽障，仙人的账都敢赖，嫌命长吗？还不快给钱！爹，我错了，仙人饶命！这卡里有1个亿，没密码。仙人别走，带我修仙，我想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人？要相信科学。爸，他飞走了，这叫科学。爸，董柳生没钱还，那就拿你女儿抵债。大学生滋味肯定不错。倒是你，又是一个神棍。 钱呢？1个亿，都在这儿，带我去见你们老板。强哥，真是1个亿，有，还真有钱。把卡留下，人滚蛋！我说带我去总部，这笔账得跟你们老板当面算。给脸不要脸，你也配见我们老板？蚍蜉撼树。现在能带路吗？爷。 这就是四海集团的车，很快就到。这铁盒子虽然慢，倒比腾云驾富有点意思。这特么是哪来的怪物？把人当保龄球撞，还嫌车慢。搞错了，这是三泰集团，不是四海。 按辈分，我是你祖师爷，你爷爷求我救你，赶紧回家去。祖师爷这么年轻，骗鬼呢！我操，大白天见鬼了！月柔，我遇见鬼了，有个年轻道士救了我，非说是我祖师爷。什么？你也遇到个年轻道士？爷，我家也来了个年轻道士，说是我老祖宗。 关键是他刚帮我还了1个亿，我操！这年头祖宗都是批量批发的，有钱就是祖宗，我也认。你快来我家，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事情摆平了，给祖师爷上个香。
老祖宗！阿正，事情摆平了，你哭什么？90多岁的人了，稳重。老祖宗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有罪。教子无方而已，不怪你。不，老祖宗，今日东柳家断了香火，断了香火，东柳家断了香火。断香火？我看你那3个儿子虽然废，但也能生啊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3个儿子呢，都能生啊。那3个畜生都不是我的种。当年我老婆因为我不孕不育，被逼急了去庙里求子，结果跟个和尚好上了。我是到了80岁才知道，我给那和尚养了一辈子儿子，这绿帽子我戴了一辈子啊！刚才我还劝徒弟看开点，合着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我陈阳绝后了。东柳正阳杵着拐杖，带着陈阳到达祠堂后面。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，桂花树下有一座坟。陈阳来到墓碑前，伸手摩挲着那柳如是3个字。刹那间，700多年前的记忆纷至沓来。那还是宋末元初的兵荒马乱年代。陈阳还没遇见师尊，陈阳父母兄长皆被饿死，一路乞讨，遇见柳家大小姐柳如是。柳如是心地善良，时常拿出米面接济陈阳。可惜援军杀来，2人流离失所。等再相见时，2人都已过30，皆未娶未嫁。那一年，陈阳在武当山上携柳如是之手，在师尊的见证下结为连理。一直到柳如是80岁，取你陈的东字，再取我的柳字，合称东柳。我们的后人全部以东柳为姓，以后只要世间有姓东柳之人，是你亦是我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孤独。如是啊，如是。当年你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，取我陈的东字，再取你的柳字，合成一个姓，叫做东柳。我们的后人全部以东柳为姓，以后只要世间有姓东柳之人，是你亦是我，这样就永远不会孤独。而如今东柳仍在，但已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怪我，都怪我！老祖宗，是孙儿无用，是孙儿那玩意儿不顶用啊！阿正，老祖宗，外面那群人都不是我东柳家族的人，你自己把他们全部赶走吧。另外，他们也不准再姓东柳了。啊！老祖宗，不能把我的儿子们赶出去啊！他们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养了几10年，就算是一条狗，那也有感情了。他们平常孝心可嘉，另外他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，他们全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他们如果被赶走，我实在不知道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呀！罢了，就先留着他们继续照顾你吧。但你生了孩子之后，他们还是得另谋住处，并且也得改姓。好，谢谢老祖宗，谢谢老祖宗。老祖宗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我生孩子？不错。全身轻盈灵便。我跟如是的后代不能断绝，所以你必须给我再生个后代。老祖宗，我已经90岁了，当年我20岁都不能生，现在都90了，我还怎么生得出来呀？还不如老祖宗您亲自生吧。若不是我跟如是的后代，那算什么后代？正阳，
我用我的无上修为，已给你洗尽一魔提高，至少10年内你不会老死。你且放心，我这10年去寻遍地球灵药，到时候你再给我生一后人，让我跟如氏的血脉传承下去。一切听从老祖宗吩咐。说的不是老祖宗吧？可他的的确确拿出来1个亿，他如果是骗子，怎么可能自己掏出1个亿来？别争论了，依我看，最好的相见的办法就是验 DNA。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只要一验，自然知道真伪。爸，如果不验明他不是咱们老祖宗呢？不是老祖宗，他也救了我们东柳家族，自然还是要报答的。那1个亿，想办法慢慢还回去。我们东柳家族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，还是要讲道理的。老祖宗呢？老祖宗已经回来了，就在祠堂里。老祖宗这是准备常驻我们东柳家族了吗？怎么，老祖宗驻东柳家族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不成？老祖宗回来了，我宣布2个重要的决定。这第一个决定就是老祖宗回来了，从今以后老祖宗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从，否则逐出东柳家族。这第2件事儿，以后别给我送清淡饮食了。我要喝黑枸杞、黑玛卡炒韭菜、烤生蚝、凉拌秋葵和手炖牛鞭花，3餐都要有鸡鸭鱼肉、海参鲍鱼。爸，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医生说要吃清淡点。是啊，爸，不是我们舍不得，是你的身体真的要吃清淡一点才行。清淡饮食对您好，医生专门交代的。清淡，吃的这么清淡，我还怎么生孩子啊？疯了，爸疯了，爸中邪了，爸中邪了！完了，爷爷疯了。阿正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感受这个新世界，并且帮你找治疗不孕症的方法。你陪我一起。老祖宗，我这腿脚不便，只怕会搅老祖宗您的兴致，不如让这群孝子孙陪你去吧。我陪老祖宗出去吧。月容，给你一个给老祖宗赔罪的机会，好好照顾老祖宗。要是老祖宗跟月容生一个就好了。孙女月容长得倾国倾城，如果老祖宗看上了东柳月容，能跟她生一个孩子，那自己就不用折腾了。反正他跟东柳月容又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样一来，东柳月容等人还不用被赶出东柳家族，简直一箭双雕。老祖宗，您这是要准备在山下常住吗？当然，等你爷爷生了孩子，我就可以上山了。爷爷都90岁了，还生什么孩子？这也太荒唐了。老祖宗，既然你一时半会儿不准备上山，我建议你去理个发，置办一身新的行头。也好，入乡随俗。殊不知东柳月容的目的并不单纯，他想得到陈阳的一根头发，这样就能送去检测机构检验 DNA， 从而化验出陈阳到底是不是东柳家族的老祖宗。期间，东柳月容还联系了陈可辛，并把他们的位置发了过去，让其赶来会合。可惜人呢？在那儿呢。就是他，他这个死骗子，把我从酒吧弄到荒郊野外。虽然我的针还在，但指不定被他占了多少便宜。现在居然还骗你说是你老祖宗，我马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现世报。可惜，你别冲动，这人真有可能是我东柳家族老祖宗啊！月容姐，你不会疯了吧？反正你别急，我有他的头发了，我马上去化验一下，就知道真伪。月容姐，你可真是够荒唐的。你们2个什么时候搅和在一起的？老祖宗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兼闺蜜。怎么，老祖宗你认识她？什么老祖宗？月容姐，他压根儿就是个骗子，没必要跟他耗时间。他就是那个把我从酒吧弄到荒郊野外的死骗子。放开我！骗子！
小沈，帮我个忙，我需要找一个能够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，医术一定要高明。仙人您放心，我一定为您找到最好的生育专家。当天晚上，陈阳回到东柳家族，他想要陪着妻子柳如是。他以往每次下山都会陪着妻子坐在他的坟前说一整夜的话。陈阳坐在柳如是的坟前玩了一整夜的手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陈阳就接到了沈怀清的电话。仙人，我们这边找到的专家是国家级教授院士张新南，他恰好在我所就读的蜀州大学做科研，他也是国内最顶尖的生育专家。阿正，收拾一下，我给你找了一个生育专家，帮你治疗你的病症，待会有专人来接我们。老祖宗，你确定专家能治疗我的病症？正阳啊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。你虽然很老了，但没有我老。我活着这几百年，一直秉承用新时代的眼光看问题。老祖宗说的好有道理。仙人怎么也有难言之隐？仙人，请上车。仙人，我们这边找到的专家是国家级教授院士张新南，他恰好在我所就读的蜀州大学做科研，他也是国内最顶尖的生育专家。蜀州大学，这不是岳荣就读的大学吗？咦，这个地方我怎么感觉有些熟悉？小姨，这里。仙人，这是我小姨，也是蜀州大学的音乐老师。张教授一般不会给人治病的，只搞科研项目。这次得让我小姨帮忙介绍才行。你好，我江幼玲，我认识张教授，但他不认识我，也不确定能请得动他。无妨，只要能找到这位张教授，我有方法能够打动他。前面带路过。沈林，这家伙是谁啊？口气这么大。小姨，我妈专门交代过不能告诉你，不然你肯定不相信，到时候可就要坏事了，所以我不能说。什么？你妈这么不相信我？不相信我还找我帮什么忙？小姨，你别生气，反正这位的身份太恐怖了，你什么都别问，就算看在我们沈家的面子上，帮我们沈家这个忙吧。恐怖，还太恐怖。这蜀州大学以前是不是叫做阳光学堂？不错，根据校史上的记载，在100多年前的确是叫做阳光学堂。难怪我觉得熟悉，原来这是我当年投资修建的学堂啊！什么？你确定这学校是你投资修建的？当然，当年阳光学堂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，怎么改名也没人跟我商量一下，太不像话了。小姨，你别忘了。沈林，你干嘛？这他们是个骗子！可不敢乱说。小姨，你什么都别说，听我说。姐夫，你知不知道沈林跟我姐被一个神棍给骗了，还拜托我帮忙去找张新南教授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他不是神棍，他是我们沈家的恩人。这件事超过了你的认知水平，我知道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相信，但你要相信你姐夫的判断，帮我们这个忙，不要得罪那位仙人。小姨，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小姨，姐夫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信一次吧，真的不会错的。我还是保持我的怀疑态度。不过你这个忙我会帮，但能不能成，我可不敢保证。这位先生，你需要擦车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思君。思君，思君。阿正，给他转100万。啊？这名字有这么好听吗？值100万？哎，小姑娘，我真给你转100万，你别跑啊！这特么不只是个神棍，还是个色狼啊！我这泡妞方式也太生硬了。小可真是不拘一格呀，看名字给钱。老祖宗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我让岳贤去打听打听，这姑娘在哪个班？算了算了。张教授。